今天的课题，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时间轴。首先，加拿大公民和歌手何韵诗在7月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发言，一国两制近乎破产。过后呢，何还发言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过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幽默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回应说，这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这个事情大家都懂。然后3天后的7月1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22个成员国呢，就联手发出一个声明，批评中国在新疆地区呢就大规模囚禁维吾尔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还认定中国在新疆至少扣押了100多万的这个穆斯林，而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而北京给予的回应是，这些国家竟然公然将人权的问题政治化，是属于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还有呢，中国已经多次表示，给予维吾尔人是在职业训练中心的在受教育营，目的呢是应对全球化的恐怖主义。而整个事件的峰回路转是在第2天过后，竟然有高达37个国家联署支持中国，他们甚至给了积极的评价。中国在整个新疆人权事业发展上，无论是在反恐、去极端化的成果都有很大的绩效，所以全力支持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事情的进展到了哪一些阶段，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16日。这里是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其实今天呢，小马有一点不舒服，只是为了培养一个习惯，依然准时和大家见面了，依然会和你聊一则你感兴趣的新闻。而今天也是小马专属限量版 T 恤的竞赛活动的最后2天，我已经在开始收集大家的这个尺寸，所以马上按赞分享，然后写出你最创意的留言。新朋友的话，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再一次提醒，8月份开始，小马的收入主要来源呢，都是来自大家观看影片的广告费，所以希望大家帮一个忙，起码看一个30秒以上呢，才会被计算的。然后昨天我也说了，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我的中国之行恐怕要延迟了，因为我突然要去中国公干的那一位朋友去不了，可能要等到下1个月。小马呢心里面也是有一点无奈啊，所以有新消息呢会和大家公布的。然后在昨天有一位音乐创作的朋友联系了我，过后还有几位平面设计的朋友也给我联系了，所以我继续在征招人才。你是人才的话，马上来联系我。现在我特别需要的人包括在内容收集、写稿和管理粉丝群这3个层面，请联系我。然后在开始正题之前呢，大家别忘记我的约定，很快我们就会广邀全球马迷呢，我们相聚在马来西亚，共赴10万订阅粉丝之约。我马上会请旅行社设定这个配套，欢迎小马全球的观众和粉丝来马来西亚游玩1周。然后为了推动这个10月份的吃喝玩乐之旅呢，小马会和朋友开了一个全新的美食频道，就是要马美食团，大家马上去支持一波吧。好，话说回来，有媒体就说那一个22国的那个联署呢，是一份前所未有的联署声明，而小马认为是属于一个老调重弹而在这个22个成员里面，包括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等等的国家。可是大家会发现，名单里面怎么没有全宇宙最伟大的国度美国呢？原来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美国因为指责这个人权理事会组织它是存在政治的偏见，所以他们已经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玩了。听说他们是欠这个人权理事会很多的会员费所以呢是不会看到美国的名字，让这一场大龙凤呢有一点可惜。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份声明当中呢，这些人就说，国际媒体对于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被拘禁以及广泛的被监控呢是非常的伤心，所以他们希望呢中国让联合国和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进入新疆考察。
才能够免除大家的疑虑。所以对于这份声明呢，我就说了，今天的语录就是事实胜于雄辩，中国肯定不是省油的灯啊。而在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又发表了，他说了几个重点。第一，这些人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是属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第二，22国的说法呢，是罔顾了事实的真相，对于中国来讲是无端的指责和一种攻击和污蔑，所以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第三，耿爽也同时表示，中方已向这个联合国人权的高专办人员发出了来新疆的邀请，让大家了解新疆地区的真实状况。所以小马认为呢，这几个动作中国是干得漂亮啊，然后呢，好戏其实还在后头。就在第二天呢，37个国家就联署支持中国，他们给予积极的评价，中国在这个新疆人权事业发展做到了反恐去极端化的成果，他们会全力支持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而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37个国家的名单当中呢，是有大量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其他呢就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菲律宾、科威特等等的国家。这就证明了全球对于中国在新疆实施的发展和反恐模式的支持。还有这个全球政治和这个分析智库，就是这个欧亚未来Eurasia Future， 它就在一封联署信出了这个刊文分析，这清楚地表明了许多国家正在寻求向中国学习如何在打击极端主义时促进这个繁荣，还有防止那一些易受恐怖分子渗透的人群这非常重要，因为这能够巩固国家和社会的和谐。所以小马也认为这是事实胜于雄辩。然后我要重复我之前的一个语录，就是中国在各方面的确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中国在进步，不是吗？希望大家给多一点耐心。所以然后要说的是，之前我一个朋友就到了这个新疆去游玩，他就说在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一把刀，你要买一把刀它都必须要有认证，甚至在家里用的菜刀都要拿一个铁链锁起来。所以凡事必有原因，为什么会去到那一个地步，肯定是在那个地方有某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为了避免这些事情发生，中国政府当局在无奈之下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所以我认为呢，大家有必要思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包括这个反恐的这个恐怖主义在全球的生根发芽，甚至很多西方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有效防止这些罪案的发生。所以这么多穆斯林的国家都认同中国的做法，所以联合国的专员是不是也要考量，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压制这些人，是不是也能够参考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呢？因为我们要认为不要论中方、西方、亚方最重要是那一个方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大家认为不是吗？所以这就是小马个人的这个想法。所谓呢，入窑知马力唯有日久才见人心。所以我在安排这广邀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10月份会邀请大家来马来西亚游玩1周，时间大概会定在10月中，大家觉得可好的话给我留言，给我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会给你更多的资料，因为我希望趁着这个机会推广我爱的国家和出生的地方。就说我会请旅行团组织一个吃喝玩乐团，设定一个费用，你们只需买这个来回机票到马来西亚国际机场就可以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给我留言，我会好好的计划，也当作是呢庆祝那时我突破这个10万订阅的聚会吧。所以再一次广邀全球马迷相聚在大马，我们一起共赴10万订阅粉丝之约。然后为了推动这个10月份的吃喝玩乐之旅小马和朋友阿耀呢也开了一个全新频道，就是耀马美食团。美食你要不要？当然要啦，所以大家马上去支持一波吧。我们明天见，拜拜。